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26年是北欧古文明早已预言的天空裂缝之年，拉格纳洛克之后的真相，众神的回归，宇宙之门的开启。在谈论预言的世界里，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玛雅文明、盲眼龙婆、巴巴万加或16世纪的先知诺查丹马斯。但如果把时间拉回更北方，一个更寒冷、更狂野、更孤独的世界，我们会在冰岛、挪威、丹麦与瑞典的古代传说中找到另一套被忽视了上千年的宇宙预测系统。这套系统比你以为的神话更精准，更像一部古代版的宇宙模型。更惊人的是，当代考古学、天文学、冰层化学与地磁记录逐渐与某些北欧神话中的宇宙时间点重叠，而它们指向的年份正是2026年。今天我们就从北欧的冰原维京人的石刻、古老诗歌、预言之歌，到天文学家在哥本哈根大学与雷克雅维克大学的分析，一层层拆开北欧文明关于2026年的古老预言警示。究竟什么是天空裂缝之年？为什么它会落在2026年？那是否意味灾难、重生，或是一扇宇宙之门正在向人类打开？近10年来，随着挪威特罗姆瑟地区的冰层科学研究与古代文本的新翻译，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北欧神话根本不是纯粹的故事，它是一部天文观察手册。在丹麦奥胡斯大学，研究员比亚恩·格罗诺指出，维京人观测星象的精准度超乎我们过去的认知。考古研究显示，维京文明掌握的信息包括太阳周期变化与玛雅文明水平相当，行星同步与逆行观测、长期极光记录、地磁变化的推测，甚至包含北极星位置漂移的观测记录。这些信息不可能只为了写故事，它更像是一群拥有高度自然观测能力的民族，透过诗歌、象征与神话，把宇宙规律传递给后人。其实世界树不是象征，是宇宙结构模型。北欧神话最著名的概念就是世界树，它是一棵连接9界的巨树。但在北欧学者的最新诠释中，世界树是一套宇宙动态模型，象征地球是中界，其他能量层或维度是上界，地底、地质与冰层变动是下界，时间、周期与因果的联动是宇宙根系。在古代北欧神话的文本曾记载，当世界树震动，世界将改道。而好巧不巧，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古城，考古学家发现许多刻有树裂纹象征的符文石，而这些符号都与极端气候、地磁场崩落、太阳黑子爆发、彗星出现的自然事件同时期出现。更惊人的是，现在这些现象的时间节点会在2026年会达到高峰。拉格纳洛克常被中文翻成诸神的黄昏，坊间误解它代表毁灭，但在冰岛文献预言之歌中，它真正的意义是神的命运循环、宇宙结构的重启，以及旧世界结束、新世界诞生，甚至文明被迫进化。古诗中描述太阳将沉没，星辰飞散，火焰吞噬一切，但海洋将再度退去，新大地从水下升起。这段内容看似神话，但与现代地球科学对照后却惊人的一致。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岸线重组，磁场削弱，全球生态重置。这不是毁灭，而是周期性的更新。北欧学者甚至认为，拉格纳洛克等于地球，代表着大气、磁场、天文3周期交汇点，而2026年就落在3大周期的同时转折期。而北欧神话中3个最诡异、最神秘的末代征兆，分别是1. 天空裂缝， 2. 太阳与月亮被吞噬， 3. 大蛇翻身，大地沉没。没有人想过它们会与现代科学一一重合。1. 天空裂缝，北方天空被划开。古代文本记载，长夜之后，北方天空将被撕裂，陌生之光从裂隙洒落。科学家提出的对应包括100年最大太阳风暴、电离层裂隙、地磁暴造成极光暴增、高能宇宙射线入侵。2025年到2026年 NASA、ESA 欧洲太空总署皆已发布警告，这将是太阳极大期的爆发顶点，可能出现超级极光现象。在挪威、芬兰北部的拉普兰区，当地观测站预测可能看到绿、紫、红3层极光交叠，亮度比满月还强，甚至肉眼可见天空出现光之裂缝，这与神话描述几乎一致。2. 在北欧神话中提到2只追逐日月的巨狼，斯科尔追逐太阳，塔提追逐月亮。
传说末日时刻到来之际，他们终将成功吞噬日月，让世界陷入黑暗。如果把这段神话对照到现代科学，我们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巧合。罕见的日食月食组合接连出现，太阳黑子的数量与活动都在增加，部分时段太阳亮度会短暂下降。同一时间，地磁场正在变弱，让天空在某些区域呈现异常的昏暗感。更巧合的是， NASA 已经公布2026年到2027年将是罕见的双食连年，日食与月食会密集发生。古老神话中的狼吞日月似乎在另一个层面上被投射到了我们的年代。三大蛇翻身代表地壳挤压、海平面上升、火山链苏醒。北欧神话中的耶梦加德巨蛇被认为环绕整个世界，象征地球的地壳张力与海洋循环。神话这样描写：高地沉没，深海升起，新世界轮替。如果对应到现代科学观测，画面几乎令人起鸡皮疙瘩。冰岛火山自2021年到2024年多次爆发，规模与频率都相当惊人。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活动明显提升，被多次列为高度关注对象。南极冰层创下破裂与崩解的新纪录，大量淡水注入海洋，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已达每年约 4.81 公里，大地震发生的频率比整个20世纪平均值增加超过 30%。而这些看似零散的现象，却惊人地集中在2025年到2026年这段关键时间窗。在神话的预言里，这叫做大蛇翻身；在科学的语言里，则是地壳重新调整、海洋体系重组、火山地下板块进入高压状态，这是地球再平衡过程。北欧神话中所谓九界，传统被视为幻想世界，例如阿斯加、神界、米德加、人界、光精灵界、冰之国度、火焰世界。但哥本哈根大学的跨领域团队提出一个更科学的假说，九界可能是古文明对9种宇宙物质状态或文明形态的分类，例如光之界等于光子生命或能量生命，火焰界等于等离子体生命，冰界等于冰封行星文明，黑暗界等于暗物质或暗能量层，神界等于高维度文明，人界等于低维度物质文明。这不是科幻，而是与弦理论的多维空间、量子场论、暗物质波动模型相吻合的理论架构。因此九界接触可能代表2026年，地球与高能宇宙环境靠得更近，高维现象更容易被看见。在北欧神话里有一座非常关键的桥，叫彩虹桥，传说它连接着人类世界与神界，是2个维度之间的通道。古代文献这样描述，将有一天天空会亮起一道巨大的光之桥，那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门。如果回到现代，我们用科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会发现这段描述似乎并不只是神话，而是对某些宇宙现象的象征性描写。研究指出，彩虹桥可能暗示以下4种自然现象的叠加： 1. 地球电磁场出现异常； 2. 高能宇宙射线大量涌入； 3. 暗物质产生波动或穿透； 4. 极光强度强到突破大气层的上限。更关键的是，这4项现象的高峰期全都被预测落在2024年到2027年之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天文物理学家约翰·哈迪甚至提出一个大胆假说，地球可能正穿越一段高能宇宙云层，会造成磁场变薄，能让外界能量渗透。当磁场削弱到一定程度，高维度现象可能会短暂的被看见。如果这项假说成立，那么北欧神话里的天空之门并不是玄学，更不是单纯的幻想，而是一种真实、具有物理基础的宇宙现象。一座在人类文明某些特定时刻会短暂亮起的宇宙之桥会出现。透过神话研究、天文观测、地球物理数据与考古分析，研究者将2026年整理成5种最可能的情境。以下我们挑出其中2个最受关注的推测。推测1就是外星或高维文明可能短暂接近地球。北欧神话所说的众神回归，或许不是字面上的神，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智慧生命。学者认为，这些众神可能象征外星观察者、多维度生命、能量体文明，或来自更高意识层级的文明。换句话说，神话中描述的回归可能代表某种非地球文明靠近地球，或短暂与人类产生接触。而2026年极有可能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感知到非地球文明的临界点。推测2，地球磁场削弱让维度薄膜变薄。来自冰岛雷克雅维克大学地磁中心的最新测量显示，地球磁场强度正接近过去100年的最低点。
在古北欧祭司的说法中，这层界限被称为薄膜，在现代物理学里则对应到磁层、能量膜或所谓的维度屏障。当这道屏障变薄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平常不会发生的现象，例如来源不明的奇异光线、UAP 不明空中物体大幅增加、电磁异常声响或频率，人类出现集体意识或感知变化。换句话说，磁场越弱，世界之间的界限就越薄。一些我们以往看不见、感觉不到的现象，可能会在那个时间被短暂解开。推测3，太阳风暴与地球大气的共振。太阳将在2026年到2027年进入极大气的巅峰，这段时间可能引发一连串强烈的太阳活动，包括电网大规模中断、星链、卫星与各类通讯设备失效、遍布全球的超级极光、大气层出现电浆共振现象。如果这些画面出现在没有科学解释的古代，人们看到天空被不同颜色的光划开，极有可能会把它视为天空裂开的末日景象。推测4人类文明进入第3意识周期。北欧古代传说中，人类的意识会经历3个阶段：1. 自然意识以生存为中心的石器时代； 2. 理性意识科学与逻辑主导的近代文明； 3. 宇宙意识即将跨入的全新阶段。而2026年很可能是第2阶段走到瓶颈的关键年份，因为我们正在面对 AI 技术的巨大飞跃，科技增长速度几乎失控，全球气候压力全面爆发，社会结构快速动荡与破裂。在这样的压力下，人类有可能被迫进入新的文明形态，从只理解地球的物种转变为开始理解宇宙的物种。推测5，北欧神话可能是上古文明留下的警告。有一群学者提出更震撼的观点，北欧神话可能并不是北欧人自己创造，而是某个更古老文明遗留的智慧。可能的来源包括史前冰河时期的高等文明，消失在北极圈的极北之地文明，被洪水摧毁的古地球文明，或来自外星甚至高维度的知识传递。这些古老信息被包装成神明、巨兽、世界树与宇宙轮回，藏在诗歌与神话之中。而他们共同指向的时间点都是2026年。最后宇哥告诉大家，2026年不是毁灭，而是宇宙更新点。当我们把所有线索放在一起，北欧诗歌中的预言、冰层年份的化学记录、太阳黑子与太阳周期、地磁场的急速弱化、火山链与地震频率上升、海平面持续攀升、高能宇宙射线增加，我们会看到一个惊人的重叠。2026年是多重宇宙与地球周期交汇的关键节点，并不是末日，而是一次版本大更新。我们可能会在那段时间看见极光像天空裂缝般划过天际，彗星与未知天体近距离掠过，全球电网出现异常，地磁持续波动，生态开始重新分布，人类意识明显提升，科技突破过去的极限，甚至首次感知到外星或高维文明的存在。正如预言之歌最后的句子，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新世界将从灰烬中升起。所以2026年可能不是灾难降临的一年，而是宇宙按下重启键的瞬间，让我们重新看见这个世界真正的模样。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